寸之地，碾落做成泥。冷眼照风云，楚河我自知己，叹命运。只见众生如云，黄沙淘尽，旧梦醒。迢迢剑影如织。 将士们备了薄酒，赏你好歹是喝一杯清酒，以后再走吧。将军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们要赶往云中郡，耽搁不得。队长，哎，丫头着急回家，你拦着做什么？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诸位的好意，我都心领了。殿下，在去路上吃。乡亲们，大军开拔，切莫挡住道路，耽误行程。好意心领了。 大人，太傅到了，让他进来。是。谢大人深夜仍在操劳，实乃朝廷栋梁啊！太傅深夜到访，不会只为了夸我几句吧？本官是来贺喜的。谢大人。 望城一役，可谓大捷。太傅何出此言？望城大捷是长公主运筹帷幄，当然了，还有九弟冲锋陷阵。不过本官也不敢居功。谢燕来一路护送长公主，祝长公主取得望城大捷。那这云中郡的边军呢，便是有望接手了。谢大人。 好算计！太傅糊涂了，九弟的禁军统领是陛下亲封的，怎可随意离开皇城？再者说了，边军哪有那么容易接管？对别人或许不易，但是对谢大人来说，不是易如反掌吗？毕竟你那九弟能调动苍木寨山匪为他助战。 哎呀，就是不知道他清楚不清楚，自己与那群苍木寨的山匪，在这魏家村的渊源。太傅，有些话说出口，可就收不回了。哎，谢大人，何必紧张呀？
本官只是好奇，这魏家村的这场大火，究竟是谁的手笔？一个疼爱弟弟的兄长，又为何会对真相避而不见呢？太傅若是有证据，大可以去陛下那儿上奏，深夜前来试探于我。我送太傅一句话吧：借谢燕来这把刀，可砍不断谢家这棵树。谢氏百年基业不倒，自有倒不了的道理。本官只是就事论事。至于这百年根基，若是方法得当，大树也能连根拔起。有趣。太傅，不如你与我打个赌怎么样？赌什么？就赌明日朝会，你我都称病不上场。试探圣心？不，我是想让太傅看清楚人心所向，谢家的分量到底有多重要。好，我下注。世子，说某人到了。世子大意，湘南军会出兵协助我军攻打望城，可世子非但没有出兵，还眼睁睁看着我军兵败，折损大半，我军残部全数死于云中军境内。不知世子作何解释啊？战场瞬息万变，我冒险借道给贵部，已是竭尽所能，又岂能微不先知？况且，贵军残部若是死在我萧南郡内，朝廷还会对我怀疑苛责，于我来说没有半分好处。若是因此怀疑我与朔漠合作的诚意，着实让人心寒呐。世子一句不知，就让我朔漠将士白白送死吗？大王又何曾信任我？毕竟，到现在大王都没有告诉我，为何5年前要我助朔在魏家村放那把火？彼时若不是我派人善后，此事又岂能瞒得如此干净？如今倒来疑我。回去告与朔漠王，谋成在于相服。若他执意要我对此事有个交代，那便一拍两散。阿九，你做噩梦了？你方才看起来很痛苦。无妨，做梦而已。
马上就要见到阿爹了。那不是应该开心才是吗？也不是不开心，是害怕。我害怕我阿爹的病。是人皆会生病的，别担心，说不定等我们到了以后，老头的病都已经好了呢。希望真如你所说的。将军说过，有朝一日你回来，他定会在城门口等你。是，你是从无败绩的大楚战士，是万人敬仰的魏将军。可你何曾问过一句我想不想要做将军的女儿？从小到大，别的女娘有双亲照护，而我呢，无人看顾的泥猴。我可曾向阿爹你哭诉抱怨过一句？我不敢向你索求哪怕一点点的关心，因为你太忙了。你忙着忽悠你的边关百姓，忙着树立你的赫赫威名，你忙到根本无暇关心一句你的女儿究竟想要什么。爹，我与阿玄是两情相悦，与出身又有何干系？女儿不能嫁世家大族，那阿爹为何要不远千里求娶我娘那样的楚度贵女，让她陪着你在大漠虚度一生？你娘的事儿，轮不到你王家平了。那我的事儿你也少管。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你，阿爹，对不起。阿爹，我终于回来了。好，回来就好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阿爹的眼睛怎么会？军医怎么说？军医不行，我们便找御医，一定可以治好。哎呀，不折腾了。其实有没有这双眼睛，阿爹都能看清楚你的样子，全在这儿呢。
其实，眼睛看不见这段日子，阿爹的心里反倒平静许多。或许是老了，总会想起以前的事儿，越想越觉得对不住你。你长这么大，阿爹竟然没陪过你放过志愿，连你的集结地都能错过。那日你离开时说的那些话，午夜梦回之时，阿爹总是反复想起。你说的对，阿爹不是个好父亲。阿爹从来没问过你心里想要什么，也没资格祈求你的原谅。阿爹，不要这么说，是我对不住你。阿爹，我不应该对你说那些残忍的话。5年前我也不应该任性的离开，为给你只言片语。阿爹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哎呀，阿爹从没怪你，何谈原谅？你要是不是那么倔的话，阿爹反倒不习惯了。阿爹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，不是退敌千里，而是生了个比阿爹还倔的姑娘。望城大捷之日，阿爹心中欢喜，让长人代笔写了一首贺诗。明珠韵读，蒙尘久过。起步尔思，虑此风骨。精佩久也，光生万丈，赫赫明明，照彼四方。陛下，望城送来的封赏军报，800里加急。陛下还没开口呢，这长公主便亲自论了赏，怕不是想越俎代庖吧？谢大人告病，太傅已凶目，这军报该递往何处？自然是送到太傅府上。太傅乃先帝钦点辅政，军国大事岂能绕过？边关军情如火，太傅懂什么排兵布阵？谢大人告病之前早就说过，军报直送谢府。太傅也早有明令，边务须经太傅府复核。高阳谢氏100年门阀，有些事情记不清了。这谢氏出现几位宰辅啊？本朝开国以来，6位。那就送去谢府。这也不像话了。无事了吧？无事，退朝。臣等送陛下。公子，你听说了没？今日在朝堂上，我谢家大获全胜，说是御史那老匹夫气得都快晕过去了。我与你说过多少回，在外行事切忌张扬，凡事盈满则亏。那人家夸公子，夸咱们谢家，我难不成还谦虚不成？我当然受之无愧。也罢。公子，您不看看军报内容吗？这封军报你送去太傅府吧。送去太傅府？公子您不自己批吗？这封军报
只有太傅能批。可万一太傅他不……他会批的。太傅，你输了。何必动怒？谢艳芳这样的对手，急不得。他抢到了军报，连批都懒得批，分明是在羞辱本官。这个人，是他。何人？梁强，三皇子案牵扯梁家，谢艳芳亲手流放的。好，好，好。你这就批了？他既然是谢艳芳的敌人，那我偏要扶你一把。阿爹，爹，你睡了吗？我回来了。知道了，还没睡，等着你呢。爹，你猜猜，我带什么回来了？新征的娘子抓到奸细了。我带回来一只兔子。这厉害，不是阿九抓来给你的吧？不是他。阿爹，你看，这个小兔子啊，跟雪团一样。兔子会咬人，你可别忘了，你小时候被咬过，哭了3天。有吗？我怎么都不记得了。过去的事儿，你都不记得了。你小时候啊，可不一般。刚出世的时候，满屋红光。一个算命先生路过，顿时大吃一惊，指着说：“天降祥瑞。”是吗？阿爹莫不是又去街上偷听茶馆讲书了？那后面还说了什么呀？说这小女抓周的时候，一把攥住了边郡的胡服。刚年方5岁，就带着府里的小厮丫鬟，用扫帚当长枪，用棺盖当盾牌，硬是把厨房里的蒸笼堆成了敌城，还寻人排兵布阵，最后把老管家3个下蛋的老母鸡给俘虏了。我可不记得我有这般威风。你可是威风了，老管家可哭了2宿啊。
阿爹，你写给我的那首和诗，我很喜欢，我再读给你听听吧。明珠韵读，蒙尘久故，岂不尔思？历此风骨，今佩久也，光生万丈，赫赫明明，照彼四方。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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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决意，决意。5年前我离开时，阿爹还能挽弓射箭。他究竟是何时病的？不敢欺瞒娘子，将军近2年的身子骨，一日不如一日。其实，没有生这里的谢家，结局都一样，都已经下了整整3年。是你亲自送了索命符，来往于楚都和云中，1月又1月。楚灵是一定要死的，不但死在姑的刀下，也死在女儿的小心里。不可能！上一世，明明是我婚后那有毒的沙枣膏才送到父亲这里，这一世没有了沙枣膏，阿爹为何还会如此？将军身体异常，你可知是何缘故？老朽也不清楚是何缘故。待我再去给将军熬服提神补气的汤药来。你在我阿爹身边5年，可知他近来为何身体衰败如此之快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重来一世，也没有什么不同。对你而言，有所不同。可是该有的遗憾，还是会有。草木枯荣皆有定数，更何况是人。将军一生护佑边郡，得万人敬仰。如今就算离开，也有爱女相送，兄弟陪伴。或许他并没有那般痛苦。就算将军真的纵马黄泉，但他对你的爱，并不会因此而消散。可他本不该是这样的，他不该是这样的。他斩敌手于边境，护百姓于边关。他做了一个将军所有该做的事，20万将士的性命。万千大楚百姓的安宁，你还要让他做什么？我要他活着，我要他活着，要他叫我臭丫头，我要让他陪我做沙枣糕，要他教我骑马射箭，我还要弥补他关于女儿所有的一切。我要的是会骂我但会等我回家的阿爹。而不是这冰冷牌位上的一句“魏将军英灵”。
怎么了，姑姑？初恋，初恋快不行了。姑姑，您要去见他吗？阿九，你说人死之前会想什么？未说完的话，未赴的约，或者未了结的心愿。我阿爹的心愿会是什么呢？如果你真的想知道，那就等他醒来，你亲自问他。不要再这样的折磨自己了。阿哲，你现在这样一副做错事的样子，你阿爹他不会喜欢的。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才让我又走到了这个结局？我明明做了那么多努力，我明明什么都尝试过了，为什么我阿爹还是要离开我？阿哲，你冷静一点。我还能做什么呢？你告诉我，我还能做什么才能救我阿爹？味道还是淡了些。你阿爹吃不得猪鱼粉，他现在的身子受不住。葛大婶，你怎么会到这里来？我是你阿爹的故人，来送他最后一程。你到底是谁？故人？什么样的故人，会连阿爹忌口什么都记得？他的身手不似寻常山匪。望城之战时，他使双刀的手法不一般。仓木寨匪首木棉红，善使双弯刀。天书初年被我阿爹率兵清剿，跳崖自尽。
难道他就是木棉红？将军，这是府上新来的侍婢，不会说话，但熬药煮汤是把好手。又老了。你喜欢这样的阿爹吗？不喜欢。为何？因为他是别人的英雄，是大楚百姓的英雄。但我想要的，他是一个寻常的父亲，会给我雕木头娃娃，会陪我看烟火，会给我梳漂亮的辫子，同我度过每一个生命中重要的时刻。但好像这些都没有。那你娘呢？难道我阿爹一直都在骗我？我娘是，绝不可能。张张，张张，我与先帝萧景年少相识，曾以为我们会是彼此一生的挚友。萧景说要做明君，我便许诺为他守江山。朔漠集结5万骑兵，云中守将请求增援，让我去。你说什么？云州乃边境要害，不容有失。可我怎能刚登基，就把你派去最危险的地方？正因为你是新君，才更需要一场胜利。卓楚灵任魏将军，统领滇军，即日赴任云中郡。
那一日，他将代表权力的龙吟宝剑递到我手中，可再利的剑，也斩不断宿命。我步入云中的第一站，便遇见了他。男人小儿，可敢与我一战？朔漠女将军阿兰若英，后来在荒丘，我又见到她为战死的亲军落泪，我才知道，朔漠女罗刹心中不止杀伐。楚将军深夜独行，未带亲卫，就不怕我取你首级祭旗？我今夜前来，不是跟你争吵的，我是想和你聊聊。你我有什么可聊的？止歌。止歌。我独自去见他，送他母亲给我的玉佩，上刻“止歌”2字。他迟疑后，终究接下，并回赠我一只朔漠的骨哨。他说，他愿拼死一试。然他迟疑劝和换来的，却是朔漠王要斩他于两军阵前。我只能将他带回大楚。我告诉他，若朔漠的鹰没有了方向，那便做朵不败的花吧。从此世上没有了阿兰若英，只有我的妻子木棉后。直到楚都的圣旨传来，我的君王要我亲手了断自己的誓言。他说，去母留子是为我的前程，也是为了楚氏全族。你又做什么？自请一世入守云中军，非奉诏，永不踏入皇城半步。那一刻，我才懂，最锋利的剑，斩不断帝王心术。我终究无能，只能用一场剿匪，将他深深藏进藏木寨。传捷报，贼首木棉红跳崖自尽，当场伏诛，以告皇恩。你出生那日，他精神唤你楚州。他说：“愿你长大之后，这世间再无战火，每天都能平安地看到太阳升起，朝如初阳。”你呀，你便叫楚昭吧。昭昭啊，你要无忧无虑地长大。如果以后有人问起你的母亲，你便告诉他们，你的母亲生活在楚都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她虽然不能陪着你长大，但是他比谁都爱你。老张，这就是你要的党啊！阿爹在说什么胡话？这又是哪里听来的话本子呀？一点都不精彩。阿爹以后不要再讲了。阿爹没有骗你。我娘是楚都贵女，是大家闺秀，不是什么朔漠女将。我阿爹说你是我娘，你是吗？那敢问阿爹，
这些年你告诉我关于我娘的故事都是假的吗？我娘出身高门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她善写小篆、画花鸟、弹古琴，你会吗？你如果是我娘的话，你一定会写。你现在就写给我看，你写给我看啊！你不会，你这双手只会舞刀弄枪，你只会杀人。你双手沾满鲜血，你不是我娘，我娘不是这样的。阿超，让他说完。我的母亲眉如远山，肤若凝脂，她是世界上最良善、最好的娘亲。我的母亲，即便是死了，也不会抛下我。她如果还活着，也一定不会欺我、骗我。而你，配吗？阿超，我说错了吗？这一切不都是爹你告诉我的吗？我娘是楚都贵女，我娘病逝了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爹你告诉我的呀！还是这么多年，这一切都是你编造的谎言？到底什么是真的？阿爹口中的母亲是假的，阿爹你病中也瞒着我，到底什么是真的？够了！你说的没错，我不是你娘。将军病重，都分不清什么是话本，什么是真的。那既然我阿爹说的是胡话，那你就带着这个没有人要的破东西离开我楚家。你这是何苦啊？她现在不光是你楚灵的女儿，更是大楚长公主。她的母亲不能是一个硕魔人，也不应该是我。阿兰，他凭什么替我决定该怎样活着？或许，他只是想要你平安。平安？我活了19年，每天都在思念一个已死的母亲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最讽刺的不是击败空坟，而是我的母亲从一开始就选择抛弃我。真正的不爱，连欺骗都是多余的。在我8岁的时候，我母亲送我回了谢家。她跟我说，她一定会来接我。可到最后，也没有等到她。你是想告诉我，他们骗我，是因为爱我？欺骗分很多种，有人欺骗是为了伤害，而有人欺骗是为了守护。可我需要的是真相，我不需要以欺骗为名的守护，我也不想永远做一个被保护的弱者。19年，他们骗了我19年。
但你知道了真相，你打算怎么做？继续在这里质问到底为什么，还是回去看看不知道还剩多少时间的阿爹？阿成，信任不是用来纠结对错的。将军已经没有时间了，你还要浪费时间在互相责怪上吗？没有可是，你已经错过了19年，在这最后时刻，你还想要留下遗憾吗？三舅舅，你的病可好些？阿姨这么惦念舅舅，舅舅很是开心。病很快就会好的。陛下，邓毅批了边郡的折子，已命人快马加鞭送往云中郡。太傅果然不让人失望。阿爷，你知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？不知道没关系，舅舅教你。你们俩去那边，你们俩去那边，都给我盯紧了！听说朝廷的奖赏批下来了，你不是便要前去边郡赴任了？明日便启程。太好了，你们梁氏一族能否再兴，就看你往后的建树了。这次能成，也是靠机会。机会？梁家本为戴罪之身，加官封赏亦是有困难，只是好在有贵人扶持，加上朝中局势相护，这才顺利通过。贵人？能够帮到我们梁家翻身的，都是贵人。但我怎么听说，这次的赏赐名单是长公主给的？她与普通女子确实不同。涂点糖霜膏吧。阿爹喜欢吃我做的沙枣糕，我要赶紧做出来。这个馅儿用筷子不好拌，你试试这个。
你和将军分明相爱，却被迫分开了，你为何不承认？我们相爱过，但阿昭不能有一个朔漠人的母亲，就如同楚灵不能有一个朔漠人的妻子。你若真为他们父女着想，就别再追问这些。我能否问你一个问题？你可曾后悔过？后悔什么？后悔当年离开了他，让他以为自己没有娘亲，深留遗憾的长大。有些事不是后悔就能改变。可是现在呢？此时此刻，他就在里面，崩溃、绝望。你真的忍心吗？我能做什么？承认自己的身份，让他背负敌国血脉的耻辱，还是让他寡尽一身尊荣，跌入万人唾弃的深渊？这簪子本该在他及笄那年给的，我看得出来，戴得很好，替我给他吧。别说是我给的，就说是你送的。不过是丧家之犬，何惧之有啊？属下就是怕他们因望城之事心生芥蒂，不愿再与我们萧南郡合作。望城，望城之事，与我萧南郡有何干系？那些朔漠残部被屠杀，不是楚昭做的事情吗？世子说的是。说起朔漠，我倒是有另一件事情想要问问你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马厩登记的货物，不得再出现萧南郡的徽记。属下该死，这批货本该走北方官道的，想着暗机藏的深些，方便辨认。 5年前魏家村那把火，还是没让你学到教训。怎么敢又将运输记号做在货物上呢？属下这就去重新处理。魏家村那个叫做阿响的孩子找到了吗？回禀世子，还没找到。 快看看我爹，看看我爹，救救我父亲！快！不必了，把这留下。我想和你说几句话。爹，我在。阿昭，别恨你呀，娘。出身朔漠。 不是他的错，他想保护你，也不是你憎恨他的理由，那是走错路，离开你，唯一能保护你的方法。你阿娘很好，她也很爱你。
是阿爹的错，是这乱世的错，才让他没有办法留在你身边陪你长大。阿兰，来我身边好吗？爹，阿昭，如今我命不久矣，也不在意什么了，就想跟阿娘好好道个别。当年我俩生离之时，我俩说过，从此不复相见。如今死别，竟真的不能相见。人都说我是大楚战神，可是迦兰的楚灵不过是多活了19年的行尸走肉罢了。阿兰，我在。谢家族会，来人，在，把这个送到军医处查验。是。长公主，臣已验过此药，乃是数种毒药炼制而成，短时间内
可让人气血流速提升，肌骨爆发力激增，甚至令濒死者回光返照。这与臣在古书上看到的一味奇毒千机燃血饮颇为相似。我爹何时服用此药？臣记得天书16年重阳，将军身中毒箭，生死垂亡之际，曾服用过一颗非军中所有之药。当时不曾验药。当时情况紧急，来不及验药，加上将军服用后身体并无异常，因此之后未加深究，只是简单的记录在案。难怪将军身体状况如此异常，原因此乃非救命之药，乃是买命之资。此药服用后，毒素沉积体内，侵蚀心脉，不可逆转。古书上记载，此药一经服用，需3年后加服1丸，才可续命3年。若不能及时加服，身体反而急速衰败，神仙难救。你刚说，此药并非军中之物，那它是从何而来？说。是阿九给的。上一世，天书19年8月初8安平之乱，阿九送我到萧玄身边后，即刻返回云中去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药是他给的，阿爹在重阳能及时服下第2颗，可续命3年，直到安平3年才毒发。而这一世，天书19年，大婚取消，安平之乱提前。谢燕来因我获封禁卫军统领，长久滞留除毒，错过给阿爹的服药时间，所以阿爹他才毒发不治。能给他药的人，那就只有谢燕来。给我爹的。是。军医说，这是虎狼之药，先救人性命，再让人丧命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给我爹饮鸩止渴，到底是何居心？九弟。这个唯有咱们谢氏嫡系才能见的秘药，有回阳救逆之功效。你把它带在身上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你骗我！药。确实是我给的。如果你想报仇，现在就可以取我性命。这就是你的解释吗？谢燕来，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
是苍穹，心一照，飘成云霄，小小故事又成笑。星火在风起煎熬，烈焰中飘香，八分一笑，数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向原地头求饶。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于公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。无需路遥，留一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。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现在，你我两不相欠。举头看暗角，只为人笑。纷纷扰扰，人间惊鸿把你照照。星火在风息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八海也烧，数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向原地头求饶。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于如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。无需路遥，留一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。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断肠苦枝残烧，现你照，偏要成云霄。摘下傲骨血肉成鞘，星火在风息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八海也烧，数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向原地头求饶。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于公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。无需路遥，留一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。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宫阙九重暗角，只为人笑。纷纷扰扰，人间惊鸿把你照照。星火在风息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八海也烧，数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向原地头求饶。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于如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。无需路遥，留一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。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